嚼嚼益达好自在 ，get 职场好状态。本节目由益达无糖口香糖独家冠名播出。Olay 美白实力派，职场发光就现在，7天亮14天白。本节目由 Olay 玉兰油赞助 ，AI PC 出手 ，offer 轻松到手。本节目由惠普星 Book Pro 14行业赞助播出。自信每一面，带感赢 offer。本节目由百度邦阿达帕林凝胶赞助播出。持妆无斑味，实力更出众。本节目由雅诗兰黛 DW 方气垫指定赞助播出。蓝河超多乳铁蛋白成长 offer 马上就来。本节目由蓝河绵羊奶粉赞助播出。我们会跟委托人有一个会面，将整个案件说给你们听。你们需要会见当事人，了解详细的情况以及详细的需求，进行谈判。我不希望我的太太她参与儿子的所有的决定，我不想他们见面。她不是一个合格的母亲，这方面你们可以有什么建议吗？哇哦！现在最主要的责任就是学校。不管怎么说，这个事情是你们学校发生的嘛，学校你应该是负担我全部的治疗产生的费用。他想要一些经济的一些补偿。明天的下午4点之前，将你们各自的法律意见书电邮给我。写的怎么样了？还在写。你别卷我呀，我跟你走另一条风格。文翰太紧张了。整体来说，子晴的是做得比较好的。你们3位一起优化了子晴的那份。哎呀，对我们的这个罗老师打击。看完他的，我觉得应该拿的没问题。你给我是裁判，我也这么判。让你走或者让你留，都是命运在保护你。跨境离婚案，法律意见书提交的。哎，请进，请进。他就是我们两个请教一下，昨天是不是说那个分析？没错，法律分析报告是我们2个人交一份。啊，是的，请坐，请坐。好的，好的。正好也有一些信息要告诉你们。今天早上我们跟律师楼核实，得到了一个新的信息，查到了孙某呢，他在今年的4月。他申请了破产令，在高等法院。在申请破产令之前的前6个月内呢，他就向各大银行做出了私人贷款的请求，并且有一些是成功申请到的贷款。那贷款的总额呢，达到了200万港币。哇，重要讯息。另外呢，他有向吴某借款500万人民币。啊？哦，就是他在深圳的那个男士，那个男的借给他了，就他出轨的就是那个。可是他出轨那男的给他500万。对对。哦，那不叫出轨，叫出资啊，这个叫。所以他现在负债累累嘛。好，这个就是今天刚刚获得的信息。那你们在你们的意见书里面呢，也可以将相关的内容包括进去。可以的。那么就4点之前将这个意见书发电邮给我就可以了。没问题。好，谢谢。我好像有学过一点点，就是破产先后顺序的那些问题。因为我查内地的东西的话，我是查到说这个有可能牵扯到他们共同债务嘛。然后内地其实有规定，就如果说他这个钱不是用来支付共同生活支出的话，那他这个债务是不是共有的？所以在财产分割的时候，不会让他就这个债务去承担责任。但是在破产方面，他只能说拿内地对于财产的这个分割递交给香港破产院，对，这样始终破产是香港的处理。对，所以破产这个东西最后只能是香港这边写，我这边就会写那个共同债务的方面的东西。那我也把这个加进去。我觉得我们的结论应该把内地和香港的分别都提一下。哇，他们这个分工是真好。洛鑫就专门写，如果你要在深圳办，这得怎么办？我们是只要写1份。
有的人2个人写1份，有的人1人得写2份。哇，到了内地法律，它就是完全舒适区了，奋笔疾书。但是内地法律需要提这么多吗？因为他如果是在香港离婚的话，就应该按照香港的规则来去分配他们的财产和债务。婉婷，你的部分你有弄好那个格式吗？因为我本来是想说我们2个可以各自调好格式，然后最后就是 copy paste 整理到一个文档上面嘛。我这部分其实已经差不多弄完了，然后我本来是想说把你的部分也粘上去，但是我感觉因为你的那个内容的区分板块跟我的其实有点不一样，我不太确定你想怎么分。不直接放上去就可以。但是这样我们的会看起来明显是2个人写的。如果说前后的格式不一样的话，你说结构不一样，还是只是格式不一样？结构和格式都会有一点不一样。但是结构你不是也是按照这样子，就是我们刚才的本案那些，然后法律分析。对，我们都是先写法律分析，然后再写本案的这种情况。但是你肯定不能在法律报告里面直接写说孙女士的不利财政状况，然后打或者好，然后说已是破产人士，这样的话我感觉会看起来不太像法律意见书。但是也要分析他破产的因素是对于我们有利的点是，未必可能会判抚养权给他，以及他没有能力支付我们方想追求的抚养，是要分析的。我的意思是说，这是你写的草稿吗？还是说这是最终的版本呀？就这个地方。这是最终的版本。我觉得就是像这种说他的不利财政状况，然后或者好已是破产人士这种格式，会不太像法律意见书，因为中文的法律意见书对那个文字的完整性要求还蛮严格的。你必须要是完整的一句话。因为他那个更像是自己在做笔记的一种状态。对对对。就你得说，由于孙女士她现在已是破产人士，所以她的财政状况是不利于她取得抚养权的，就是得换成完整的句子，不然的话，这样看上来就我等会再改。对，但你来不及的话，我可以帮你改一部分。好的。要不我们先去一个会议室里面吧，我怕打扰到他们写东西。对。我感觉现在应该就要开始调格式，不然来不及。我可能要点时间翻译，我3点半再回来。但是我觉得3点半可能会来不及。你3点半能粘贴完吗？但是我内容还没翻译完，要翻译完才能弄格式。我先帮你把第一个离婚的那个整理一下放进去吧。好的。这跟咱们平时看那种律政的片还是差很多的。一般律政电影电视剧里没有这么多文案工作。对。这个感觉怎么一直在做文书工作呀？正常的律师的工作基本上就大部分时间你还是要做那个文案，就写东西，然后查资料。对，写东西查资料，你才会汇总出你真正要在庭上去发挥的那1-2个点，都是精心设计过的。那生活真的是得喜欢干这个。哇，2点40了。对。他们要几点交4点，你呢？一样的。
现在应该很紧张吧？我把内地、香港和内地的法律对比和最后的结论和建议大概写了一下，但可能就是法律对比这方面，可能你还要再看一下，因为香港这个我没写很细。是我发给你，还是你现在发给我？我现在发给你。这些都是那种平时咱们看了会困的那种说话方式的，对，对，像合同。他们要一个个就是写出来这些东西，哇！我感觉这个格式真的不行。就是它的现在结构完全混乱了。因为现在的话，相当于在内地，你看这个标题叫做内地法律适用问题，然后前面我讲了内地法律之后，然后这里突然又出现了香港相关法律法规，然后下面这里又是内地的法律法规。提醒一下，我们4点之前要把邮件交过来啊！哇，4点交哎！我们先不要讨论其他的，先把所有有的都配上去。就是，那你的格式不用调吗？格式也不太要紧，它注重应该是内容多一点。如果我们内容也不行，没有内容的话不是太好吧？但是我感觉如果他要发给客户的话，格式还蛮重要的。这我还没来得及看这2个案子，相信是来不及了。50之前一定要发。6分钟。我的天，这咋办？2分钟。现在已经53了，我感觉要来不及了。要不先交这个初稿，口头汇报，再跟他说。他不一定会让我们口头汇报呀，因为我觉得内容好像比格式更加重要。因为现在的话，完全看不出来哪个是内地，哪个是香港的呀。我有点担心这一组了，他还没有理顺，赶紧去跟那个女老师先聊天去呀，其中一个人。你直接上升到最前面不可以吗？你其实不用这样，你直接这个 Ctrl 加 A 就可以 copy paste all， 已经 copy paste all 了，然后你 Ctrl 加 C 就可以。这样吗？那赶紧调啊，洛欣，你就直接上手。我来帮你。我把那个他的邮箱地址微信发你。哇，这么紧张吗？快发吧！我们先发这份给安妮。No， 哎呦，完了，已经01了，过10了。Oh my， 02。发吧，赶紧发吧！快！哦，他们是唯一一个晚交的吧？3分钟。哦，而且还没有调格式，真的是。然后我们这边再同时调一下那个格式，调好了再发他1份。然后这种箭头和冒号也要改成句子，就你比如说，你可以说赵先生是香港永久居民，拥有香港居籍。啊，确实这个格式看起来有很多跳行、短语、本案。事实2，这看起来是个草稿啊。就是你就是统一的，然后去，比如说空行是多少的话，就是第几集的子标题也可以。对。但是你又可能又乱来乱去的话，就是不一样。是在阅读那些学生的法律意见书作品。对。我的3位同学是各自交了一共3份的法律意见书。我现在看完了2份，非常 impressive。做得非常好。是来嘚瑟了是怎么的？来过去嘚瑟炫耀了。
我的2位同学比我想象的好很多。我还没有看保门汉的，现在会去看。那你加油，去做功课。OK。哎，脸1秒回严肃，慢走，加油。火气值拉满。要放大招了。这种行为会不会跟撸袖子是一个性质？贴面开大。我天哪，完蛋了！你们过来一下。2位同学过2分钟过来我办公室。好的，可以。你直接用那个 email chain 再回过去好了，我们赶紧发了到时候，至少比之前那版稍微好一点点。洛心知道，洛心心里清楚的知道这个问题在哪。然后突然叫你那个名字的全名啊，王洛心，你来一下。人家就叫洛心，你上哪儿跟？我就说这意思，王洛心显得更严肃一些。这个，可能要打印一下。好，请进。这个是我们刚提的那个信。好。首先我想问一下，第1封电子邮件是婉婷4点03分发出来的，第2份呢就是5分钟之前发过来的，是这样的吗？对的。5分钟之前就是最新的版本是吗？是因为我们在正式抵交了之后，想到一些就是技术格式上的不足，所以想再整理一下，方便您查阅打印出来这样子。除了格式方面，内容有改变吗？内容是没有改变。洛心懵了。OK， 首先说这个时间的问题啊。虽然只是一个你们交给我这么一个程序，但是对于时间的把握，我们是要非常小心的，因为法庭上是有时限的。比如我们有一个 deadline， 我们应该在4点之前 file 给法庭，我们是1分钟都不能迟误的。迟误的话，法庭可以不收的。明白。而且有的时候，如果楼下的工作人员已经下班了的话，你是根本无法去 file 的。第2天你去到法庭的时候，法官他是没有时间事先看你这份东西的。他事先看好了你的陈词啊，或者你的一些论点的话，对于理解你的案情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这个时间方面，大家以后要小心一些。好，还是很委婉。那我现在就来问一些具体的问题。首先，这个格式啊，坦白来说，就算是后来改过的这个格式，也不是一个法律意见书的格式。你没有在一开始把争议的事项，或者你想就具体的什么问题提出建议，这一点写清楚。然后这些小标题也没有去标编号，就是直接写了一个小标题，这方面非常不理想。再有呢，我想问一下，你们对于这个课题的写这份法律意见书有什么分工吗？目前我们就是根据目录里面这个有4个部分，一个是香港法律下的相关争议，然后因为昨天见到赵先生，他说他想在内地起诉，所以我们就新增了内地法律下的相关争议。等一下，不好意思。关于内地法律适用问题，是你负责的吗？对。你们可能是被这个课题的标题给带偏了。说起来是跨境离婚案，所以可能就觉得是不是有跨境的成分，我们就一定要把内地的法律也去分析一遍。虽然客户有表示说我可不可以在深圳进行这个离婚，那我应该在香港离婚吗？还是我可以去内地离婚的？因为我有听过说内地它有这个寄生书库嘛。但香港的程序已经启动了。我们整个的这个 setting， 他收到的呈请书是在香港收到的，他的破产令也是在香港的破产令，
所以这些 setting 全都是在这边的，我们的主力应该是还在这边的。下面你写到探视方面，还有管养方面，你这个结构啊，就是把相关的这些定义就全都堆了出来，然后我们这么看的感觉，就好像在读一个婚姻法基本的简介的一个小章子。那客户他这个诉求有没有可能达到，如何达到，这些在哪里可以看到？这个就没有写啊，那不行啊！我原本是，想将抚养权拆分4个点来说明。我不管你分多少个，但是你每一个要讲清楚，不能光是把这个定义写出来，你要知道怎样去把这个定义解释给客户听，然后对他的案子有什么影响，他的诉求跟这些定义有什么关系，他能不能达到他的诉求，然后如何达到，这个才是他想要知道的，也是必须在我们的法律意见书里面有体现出来的内容。我们要对于他的诉求有一个分析，分析之后要有一个结论，结论之后还要给他一个意见，下一步应该怎么做？对，就是如果客户看完你这个法律意见书之后，就是一句很简单的问你说，那我下一步应该如何做？你对他的建议是什么？坦白讲，我有一些失望，因为大家没有呈现出来，也没有分析出来。明天我们要去见对方的事务律师，你们这个意见出到这种程度，拿着什么去谈判？对啊，他们还要谈判呢。还真是，就是你他们两个一直没有写，就是给客户的一些实质上的东西，是吧？对。哦，那这个其实确实是，他们一直在整理资料，就是在分析这个法律的一些问题，但是你毕竟最后要导向是客户可以怎么做。对对对。那你客户的诉求结合起来，你跟对方的诉求，然后去 battle 的情况下，你才可以为客户去主张。是。哎呀，因为分析意见书，分析重要，意见也重要啊。对，你要给到意见。所以。这份法律意见书如果是直接交给客户的话，我应该是不会这样做的。差的还是很远的。谢谢大律师。说错了，要哭了。方向错了哈，有点白弄了哈，有点颓哈。就无用功这个还蛮伤人。但是他是不是又认定说香港这边法律他又不懂，他不一直在弄内地法？就这是他们的一个分工吧。原本他们觉得两边都要的话，那各自做擅长的事情，我觉得这也没什么问题啊。但是他这个判断可能有点失误了，然后最后的话，可能配合的文书上面又不是很好。哦，哭了，哭了，微润。若曦，你来我办公室一下。可能看到了哦，很细心。我想跟你谈一谈今天的课题完成的这个情况。你现在觉得自己完成的怎么样啊？我感觉就是完成的不太理想，因为其实我们一开始找方向就找错了。我做的那个 part 基本上就相当于对这个课题没有什么帮助，然后我们在时间上的掌控其实也没有掌控好。就是既然两个人是一起做这个法律意见书的话，那就等于是两个人都对同一个意见书是需要负责的。就是做出这样一份法律意见书，我觉得非常惊讶，就是怎么会做成这个样子？
我刚才跟沈大壮啊、关大壮都有聊过，就是今天其他学员的表现，他们都表现得非常好，尤其是沈大壮那一组，那他可能那些学员自己有一些压力，他可能现在没有 KPI， 然后又面临着有踢馆同学，所以就是一种为了生存，他就是很尽力的去做，有那种背水一战的感觉。你的 KPI 是最高的，但是我不想让你有这种优越感，就丧失了这种斗志，因为你知道你今天可能是最高，那明天人家一个课题赢了之后，可能你就已经跌下去了，随时会被人赶超的。作为你们的导师，我肯定是希望自己的学员也是表现非常优秀的，尤其你们两个本身就是很优秀的学员，实力是在这儿的。所以我希望大家就是去好好想一想，这问题是出在哪里，怎么去改善这个问题，然后明天可以有所准备。好的，好，谢谢大律师。哇，很真实啊，就是你就算实力好，但是很多时候具体某一个懈怠的话，也可能会发挥不好。作为你们的导师，我肯定是希望自己的学员也是表现非常优秀的，尤其你们两个本身就是很优秀的学员，实力是在这儿的。好好想一想，这问题是出在哪里。未踏足的風光要負責，曾承諾自己的願望如若怕雨飄降，怕氣溫降，問夢想怎發光，寧要沿途承受傷疤很多。你的 KPI 是最高的，但是我不想让你有这种优越感。他都没有1秒钟悲伤，他已经一头扎到普通法的世界里，扎到香港法律里。他现在看的全都是繁体字的法条。那如果有的地方队友没有办法能扛起来，我就自己把它搞通。真厉害！我们这一些同学实习生也都非常的优秀，随时会被人赶超的。虽然你有实力，但是你也不能松懈。最艱辛挑戰，明白成功不必要贏在起跑線，時光要把握好運中求變，憑着勇氣。我現在回了樂心寶寶，加油！你去哪呀？想要陪着他。他最关键的就是这个房产，他能不能继续住下去？会不会哪一天这个房子就被人收走了？这个问题我们要分析的透彻一点。还有就是怎么去应对这个破产令。就把我打车吧，周老师一起播。Kinds of circumstances which may probably be regarded by the court as exceptional.他的衣服没换啊，第二个细观察细致，是他都根本没其他心思。哇，这得几点啊？肯定我看要过4点了。太辛苦了。今天天气蛮好，加油，坚强，坚强落姐。
靠自己衝過終點線。我去念一下那个稿子。According to Chapter 179, Matrimonial Causes Ordinance 11A, the court hearing a petition for divorce shall not hold the marriage to have broken down is granted based on Mendelssohn's fault not. 哇，他做了这么多笔记，不过他要全英文，这个也是一个，但洛先英文也不差，他英文倒是很好，但是要应对这种跟对方事务律师的挑战，我觉得还是有很多随机性，对吧？加油，你的临场要很厉害。是的。That the parties to the marriage have lived apart for continuous period of at least 1 year immediately preceding the. 你大律师好，乐心，威尼那边呢？徐同学那边可能有一些状况啊？他怎么了？你的身体又坏了？别介呀！什么情况啊？所以不知道待会儿的谈判他可不可以参加？不是又去医院了？这个课题呢，如果徐同学不来的话，可能就需要你自己一个人独立完成了。有点懵哎，我觉得。然后在 KPI 方面也会有一些调整，毕竟如果他不参加的话，这个竞争就没办法去比较。但我们希望呢，还是有一个满意的结果，所以你必须表现到一个满意的程度，才会得到这个 KPI。哦，所以就自己跟自己比了，或者自己跟老师的期待比了。哎，其实某种程度上也蛮符合他现在的这种状态，确实。然后客户那边3点钟开始。好的，谢谢你大律师。孤军奋战了呀！天啊！啊天哪！有我吗？哇！行。啊，这个真的太突发了，中间每一环都超越想象，真的。我们都觉得这一组应该是就是表现是专业的哈，他们在谈判的时候很专业呀。本来以为大家搭配的很合理啊，一个内地，一个香港，底子都厉害，然后洛欣现在又是 KPI No.1，这个时候最后一刻，即将上场，突然间队友少了一人，队友下线了。你们之前的工作中有没有遇到这种突然间自己身边的战友临时下线的情况？有吗？下线倒是没有，就是我们上台的时候那升降一直不升，然后就是就不上线的情况是吧？这后边对，我们上不来，后边有一个队友一直上不来，卡在下边了。为什么大老师无论遇到什么悲剧都充满了喜剧色彩？不是，他真的就发生了呀！你还得从底下说什么事上来，他那个东西升降他就卡一半上不来了，那个鼓手啊，没有办法。然后有那个你们一块儿写稿的时候，是不是有时候编剧太累了，或者是说一直写不出东西来，或者怎么着的时候，一定有。对，他在我认为的下线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以为这个效果会很好。结果上去之后演的时候就是垮到就是救不出来，然后就是你就眼睁睁看着你合作伙伴这个脸呀就开始那个就是已经表情开始不自然了。那这种情况肯定是有，对吧？你就失去了就是在台上那种信念感已经下线了。这个时候最危险就是，但是你要加油啊！就憋这股劲儿，你也得硬演，还是要演下去。就感觉你下边说的每一句话，你已经料到每个人都会扎你一刀。对，你要迎着所有人扎这刀，然后但是你就还有5分钟的刀要扎，就是很干。天哪！因为我们属于什么呢？我和小婉，我们俩属于就是，哎呀都不行，我们俩就完了，每天就是完了。因为我们倒数第1名，就是录取进去有这个资格录制这个节目的，所以每次上台我俩都是很虚。然后名次也都不太好，我们当时在后台那一瞬间就是流着眼泪。我说小婉，咱俩咋办呢？小婉说，不知道，不知道。能想象这个画面。然后站在那个地方，大幕当，然后我还要在那演一个，演一个轻松，故作轻松，其实当时慌极了。就所以说，就那一瞬间就觉得哇塞，就是豁出去了，就是被逼到那份儿上，没办法了，就必须豁出去了。是的，你们都是攀登者。
我们的实习生们也很不容易。你比如说洛欣现在可能就遇到一个这样的挑战，对，就大幕现在在他面前就即将拉开，但是他身边的小婉却不在，下线了。哎呀，急死我了。我觉得首先就2步，首先就是心态无论怎么样别崩，然后第二个就是把那个开场的弄好，因为我不知道就剩下的这些东西，我相信通过他那么长时间准备，一定在他的脑子里了，经验是有的。对，你就先把这个开头做好了，接下来我相信凭着洛欣自己的学识和自己的能力，我觉得他慢慢的能往下顺。但是就是得首先心态绝对不能崩，然后往前走一步，用时间争取一下空间。是，然后我们刚刚呢还有另一组是怡涵、文翰和这个子晴这一组，是的。最后子晴的意见书当选了，然后怡涵和文翰好像都在一个低落当中。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益达职场自在时刻，我们现在就要猜了是吗？我们要做出我们的猜测了。现在就要猜，第4趴就要猜了。好，跨境离婚案还有校园受伤案，2组实习生当中，我们要做出我们的判断，获胜者是谁？如果2组都猜对，我们继续点亮一个自在值。OK， 我们从跨境离婚案来好了，啊，跨境离婚案是洛欣跟婉婷，但是这个怎么猜啊？对啊，婉婷也没出来。我们这个要猜的目标应该是洛欣能不能拿到这个 KPI。哇塞，这好难武大律师最后有跟他聊到，就是说你其实在跟大家对你的期待在比了，跟大家心里那条标准线在比了。如果你现场的发挥过了那条线 ，KPI 是你的；如果没有过，那可能就2位都拿不到。那我肯定是支持他过的，他肯定能拿。洛欣肯定行啊，洛欣大女主，过还是不过？我们举手表决好了，好不好？洛欣能不能拿到 KPI？ 觉得可以拿到的，请举手。看一眼啊，这个大老师跟票呢，看蛙哥是不是？都举了，那怎么也得对。那我也举吧。洛欣确实本身有难度，但是见过场面的，他不陌生，这个不陌生，明白。反正绝地反击是这么一个性格，而且他那个性格，头一天跟他谈过以后愈挫愈勇，对他马上投入到那个法律的去检索，他学习能力非常强。所以那我们是几票？看一看，7票过了，相信我们那个哈，我愿意相信他，相信洛欣。OK， 我们进入到第2个案件——校园受伤案。那参与的是3位：罗怡涵、王文翰和邱子晴。在这里要格外特别强调一下，怡涵和文翰此时此刻都是0 KPI， 而子晴是踢馆实习生。这一组我们要选出1位。这个悬念比较大，我也觉得能不能踢馆成，其实这个3选1哦。那截止到现在，有的一些讯息是子晴的这一份文书被作为一个模板，另外2位结合他的观点，但是呢，也只到这个环节，因为后面他们还要真正的来面见对委托人，对，再去跟那个当事人去汇报一下。而且在过程当中，这个导师也格外强调了，剩下2位做得非常优秀。文翰做的说是找的那个例子非常典型，那怡涵的这整体的内容也做得非常好。对，这组真的很难选，难选哦。但是我真心的很希望罗怡涵能赢。我也觉得，我也是。因为我真的也非常喜欢那个怡涵，是，但是你说至少到这个阶段的话，是子晴的文书被选中了，对不对？就至少在文书这一块的话，他是专业的，对，而且他本身有经验。那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情况，他跟怡涵我真的很难去判断。那就目前而言，他有一些优势在，我还是愿意去投他一票的。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就他虽然说用的是子晴的模板，是，我觉得这个并不是一个特别核心的东西，因为这个可能是经验，就是它是一个模板的范式嘛，我认为更核心的是什么？就是他的那个沟通的视角和那个意图和沟通的方式，就是拿他那个刚开始想到说让这个女孩要不要出去这一下，我觉得这个的输出，他只露出了冰山的一点点，但他内心当中思考的那个维度应该是更广的。然后我觉得这个他冰山下的这个东西会在他之后跟客户的过程当中产生非常核心的作用。
我们从剪辑的角度，是不是可以稍微分析一下？就是前面给了这么多这个遗憾，就是这种关于他的这种情怀，那是不是因为他要走了，所以给他留这么一个高光呢？还是说 serious？ 有可能呢，还是说是你这个人不阳光，就是前边先一些阴暗的铺垫，最后是要送别呀。我以为是要烘托这个人的伟大的，就是你这样走的时候才会更有感情嘛，你不然都没有故事线。哦，那没准也是小何厉害。我不知道。OK fine， 大家我觉得已经充分表达自己的选择和理由，好不好？我们进行最终一轮投票。我们还是依次来，大家觉得罗怡涵会胜出此轮的，请举手。罗怡涵，怡涵。啊，我还是我希望是啊，哥已经举手了，哇塞，看来这个可以呀。蛙哥是举没举啊？他正在想哇，蛙哥他在发功了，那我们跟蛙哥举吧。总觉得这个团体里面应该有像一涵这么浪漫的人，在这个留下来，这个是感觉上感情有个人感情的分在里面。对，而且这种公益律师感觉特别了不起似的。哇，一涵，5位，大家觉得王文瀚会胜出的，请举手。王文瀚胜出1位，大家觉得邱子晴会胜出的，请举手，1位。5比1比1，那么我们加油团最终还是把票投给了罗怡涵。OK， 5比1比1，我们都是感情用事。对，当我们做出这个投票，就意味着无论这一轮谁赢，都一定有人猜对。对，是的，好，3个都选了，所以我们接下来进入盖章环节了。管乐盖吧？对，管乐还没盖过，来。管乐老师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是谁盖了，那等我猜错谁负责。啊，这刚才没说呀。负责什么？负责夜宵呗。这一次，我们首先第一位是要张盖在洛欣的右上角。洛欣的右上角。对，我们认为他可以达到带教的要求，达到他的标准，取得这一次 KPI。然后第2组我们将票投给了罗怡涵。罗怡涵，对，罗怡涵，加油！嘿，耶！好，来，请坐。加油！决定已经做出，到底是对是错，就让我们来 VCR。啊，天哪！现在揭晓了吗？揭晓啊！来，加油！咚咚咚！绝对行，这样。你今天怎么都是这个无语的表情？我没有无语，我只是很慌。你现在如果让你一个人汇报，你能做到吗？2个人要做的事情，怎么能一个人都做呢？哎，你看姿势变了，眼神变了，老娘不搞定他！哎，他太猛了，真的。香港也有离婚冷静期啊？申请离婚好像是有。好的，谢谢。我感觉有点肚子痛痛的，是不是因为紧张？不知道。Mr. Zhao seeks full custody of their son. 我还是要用英文，对，因为是英文 battle， 还有对面还有一个律师挑战方，对。哎，我好喜欢他这种状态啊！他现在已经是全村的希望了。对，他吃东西、喝东西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眼神看向了自己的食品。是的，只在屏幕上。是，他只是无情的进食机器。可以的啊，少女，可以的。是你的委托人吗？加油！哎。谢谢你的支持。谢谢。
我先坐这。好。喂，张律师，好，那您上来吧。好，一会儿见，好，拜拜。好，对方的律师他现在上来了，好，那我们要去接一下。我们待会儿去门口接一下。好的。这西服配双肩背也可以啊，因为要装电脑哦，然后还要装文件，所以必须得双肩包。Hi. Hi. I'm Victor. Annie, nice meeting you. Nice to meet you. Michelle. Hi. Right. Thanks for inviting me to this meeting. I represent my client, Miss Sun. I believe today we're here to discuss on the terms in the consent summons. Thank you for taking time to meet with us, and we really appreciate this opportunity to discuss the major concerns of our clients. So let's start with the child first. 限定论语了。We also agree with that. We care a lot about the best interest of the child, and so Mr. Zhao, he wishes to obtain the full custody of his child, considering that the child has been living with him all the time, and Madam Sun actually has been absent for a long time in his growth and education. Well, I'm so sorry to interrupt. You just mentioned that the child has been living with the father all the time. I'm sorry, but I cannot agree with you. Because before the COVID-19, in fact, the mother of my client and the father have been staying with the child together in the Hong Kong matrimonial home. She has a relatively stable working hour back then, and every day after work, she would go back home and stay with the child. And then before the child sleeps, she would tell bedtime stories to the child. I think this fact is hard to verify because actually it's already in the past. My client has provided sufficient care to the child, and we have proof, we have evidence, and we have witness. Well, we really doubt that whether any evidence can be really conducive. And in fact, allow me to remind you, Michelle, nowadays in the Hong Kong court, it is very hard to grant a sole custody over the father. 判决案例就很少单独是判给父亲的。 So in this case, I still ask you to consider that we apply for joint custody over the child. I think it's reasonable, it's practical. Well, as to the court's opinion, we also believe that compared to the past situation, the court will give more attention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at Mr. Zhao's son is happily living with his father, and Mr. Zhao is the main caregiver of his son currently. So we think that the court will also consider not only the mental care but also the financial support Mr. Zhao given to his child. In fact, you just mentioned that in the past precedents, you located some cases in which the judge granted sole custody. Do you mind letting me have a look at those cases? "时间不够，1个小时。有，你看。你现在如果让你一个人汇报，你能做到吗？2个人要做的事情，怎么能1个人都做呢？找到了吗？
哎呀，果然他只有1个小时啊！哎呀，没有找到。没事啊，圆回去。Sorry, we haven't printed the cases out. 是吧？So I still suggest that you guys reconsider this issue, and we move on the basis that we'll ask for joint custody first. We will further communicate with Mr. Zhao regarding this situation. Sure. How about let's move on to the next topic, which is care and control. 他就觉得第一盘他已经赢了。Ok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whether the child will live in Hong Kong or he will move to Shenzhen to stay with the mother. The child has grown up in Hong Kong for 7 years, and he actually has all his friends in Hong Kong, and he attends to the school near the property he lives now. However, if you request the child to live sometime with Mr. Zhao and sometime with Madam Sun, then how to solve the difficulties about the education and all those transferring from the locations? It's not a big issue. And we got pretty good schools in Shenzhen. And you just mentioned that there will be an issue that the child lives half of his time with the mother and another half with the father. That's not what I meant. What I'm trying to argue is that the child should move to Shenzhen with his mother. Wow. 是啊。 Because he needs his mother at his age. In everyday life, I think a mother is usually more careful, more caring, more considerate in taking care of the child than the father. Would you agree with me? 哦，挖坑了。 So you mean the child needs his mother more than he needs his father? I believe so. What do you guys think? Is there any evidence to Well, prove there's no that? scientific evidence, but I think it's out of my personal emotion. But so far, as according to the court decisions previously, and also according to the relevant ordinance, the father and mother should be given equal right when considered custody. So we cannot believe that the belief that the mother is more important than father. So I think if we have the care control for the child, it's actually in the best interest of the child, as he has strong bonding not only with Mr. Zhao but also with Mr. Zhao's mother, and he has already lived quite well in Hong Kong. So what's the reason to destroy this current situation? 漂亮，漂亮，推定利益。因为他没有把那个词说出来，就 status quo， 因为他现状很好，为什么要去改变？这些他都讲出来了。Well, in fact, my client knows the child's views. I was told by my client that on several occasions during FaceTime calls, the child told the mother that he really wanted to move to Shenzhen to stay with the mother, and he really missed the mother. If he really misses his mom, I think the proper thing to do is not to ask the child to move to Shenzhen to live with his mom. He can also ask the mom to go back to Hong Kong to visit him. If his mom really misses the child, because the COVID-19 measure have already been relieved for so long, at least for 1 or 2 years. And during this period, Madam Sun haven't come back to see the child once or twice. 耶，厉害厉害厉害！他有一个点，我觉得蛮厉害的。他抛出去说，你疫情过后你也一直没有回来呀，对，那证明你其实根本也不是很想看他。然后当时他说这一句的时候，我已经看见 Victor 就愣了一下。Well, I see your point, Michelle. Well, in that sense, I think, shall we move on to the next issue? So shall we move on to the maintenance? 哦，换正常了。Sure. About the maintenance. Would you accept that my client would pay monthly maintenance to the child at the amount of, let's say, 4K?
However, to be fair, I think Mr. Zhao, his earnings through business actually will fluctuate considering the market. So we really hope that this quantum will not be a fixed amount. Maybe when Mr. Zhao faces any difficulties in his business, that Madam Sun can provide more financial support to the child's growth. Well, I think that's for the court's discretion upon application of your client. Our client. But if your client should decide to do so, then let him do it. We don't have objection. 同意了。Yeah, and relating to the court litigation, because Madam Sun has made this petition to court, Mr. Zhao has behaved in such a way that Madam Sun cannot reasonably be expected to wait with him. But Mr. Zhao can totally not agree with this statement. Well, I can answer you straight up on this point, Michelle. My client agrees to change the ground for divorce. 这个点直接拿下，会不会后面有什么后手啊？ but 肯定有 but 呀。Okay, so are there any further issues that Sure. we need to discuss? Yeah, we need to discuss about the property ownership, because so far as we know, the official receiver office have already informed us that they are going to sell the property, because Madam Sun, it seems that she is currently bankrupt. We plan to file a statement at first to the official receiver's office, and we will also submit all the mortgage bank, the transcripts and the transfer records. We don't have objection on that. So if Madam Sun has no any objection to this issue, is she willing to also make a joint statement that to prove Mr. Zhao is the sole beneficial owner of this property? Well, my client's willing to assist on that matter. Yeah. 这么容易 Yes. 哇，已经争取到很多嘞。怎么变化这么快呀？他什么都同意了，就是一下就答应了，好像有点不对劲哈。为什么？ Well, So after discussing on the other issues, my client would have to ask for access. 哦，他要探视。In the terms as I just proposed. 哦，那样底牌了。不想我的太太她探视我的儿子，我不想他们见面，因为我觉得他不是一个合格人，而且我也怕他另外一个男的他会骚扰我的儿子。我连退了几步，是为了换探视权，以刚才为条件。其实 Victor 同意的这些点都是有条件的，他其实是不能在没和客户沟通的情况下轻易答应的。我很担心洛欣会步入他的圈套里面。What you say about that? Well, we cannot make an agreement currently because we really need to go back to talk to our client. Of course, we can be sure that Mr. Zhao really cares about his child. So is my client. To be honest, Mr. Zhao is originally not so willing to let Madam Sun visit her child. I thin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r. Zhao, because as we all know that Madam Sun has already showed some infidelity towards this divorce litigation. So actually we think this is not in the best interest of the child to know that he feared that Madam Sun's unreasonable behavior will hurt the mental well-being of the child. So I think Mr. Zhao is really concerned about this fact. He wants his child to have an impression of his mom as a very
decent person. 哦，对，终于出这事儿了。哎呀，出汗了。 But yeah, so we will talk with him about the proposed schedule, like all the terms, to let him fully consider to let Madam Sun visit the child every weekend, as long as she can provide a detailed schedule and not bring any third person back. 他能够分得清楚，就是说哪一些点我要去跟客户拿指示，有哪一些我是其实有客户的很清晰的指示，我可以帮客户去争取。我觉得这个他还是把握的挺好的。对，因为这个非常关键。他在没有客户授权的情况之下，如果自作主张同意了一些违反客户意愿的，没错，就没办法收回。对，对 ，Michelle 都有，就是最后就说那我要跟客户拿指示，我觉得他还是处理的挺好的。 Well, we cannot guarantee you that our client will agree that because we need to double check with his consent. And we believe that he will make the right choice and later we'll come back to talk this issue. Sure, I will wait for your message or email on that point. Right, then I guess that's all for our meeting today, right? Thank you again for your time. Thank you, Michelle. Thank you. Thank you, Victor. Thank you. We'll wait for your amendment for the petition. Right, we will inform you accordingly. Thank you. 好，落金送一下。The water on the table is for you, but you haven't drank. That's right. 真的很棒，确实是。感觉我们对了50%，真的很不容易啊，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新的一天开始了。Hello， 早呀，早。我们一会儿直接那个会议室。可以，那你可以帮我开一个共享文档吗？好呀，好呀。这个校园这个真的很难。校园的真闹心。这没法说，你自个儿非要练，然后可是又在这儿，那都，他又真的很可怜，那怎么办呀？我感觉这个还是要再重新看一遍。有问题，我们可能不能给出来一个明确的概率。这个其实是英国学大律师的时候，这是一定要的。但是我其实有一个疑问，就是当事人，我们现在只听了一方当事人的只是讲法，而不是事实，你觉得都能给到概率吗？所以你看我前面我就一直强调，我就说在我有的这些文件里面，我得出的概率。久等了。我们先把这个稿子定下来，然后一会儿先打印。好。怡涵有话想说。我看了一遍这个稿子，我感觉中间有些地方咱还是要商量一下。就是关于诉讼胜诉前景，我觉得不能说胜诉前景良好。因为其实咱们后边也花了很大的篇幅在说他的一个共同的疏忽的问题。那因为咱们分析完之后，其实咱们自己也认为他首先不一定能拿到那么多的赔偿，然后其次是这个诉讼的时间也好非常的长，所以我感觉就是标黄的这一部分关于比较乐观的胜诉的这种说法，还有能承担的损失责任的说法，是吧？真的尽量不提了。但是我觉得其实还挺安全的。很坚持。因为我想要直接回答他的问题，我们认为胜诉的概率大约是在60到70%。当然，这个法律意见书是完全依靠了上次面谈您所提供的案情。但是60%这个我不太认可。就是我俩的观点都是不要给一个具体的概率。那他问的话呢？他问一个数字的话，就算他一直追问也不给吗？
如果完全就是一直在逃避他的问题，其实对我们观感不太好。没法给啊，你这个哪能？这样你就这样说嘛，因为首先我们现在给予的材料也都是您给我们这边的证据，那我们还有一些证据材料，我们都要去收集。那只有我们收集到这些证据之后，我们才能给一个更准确的概率的评估。早上好。你好。准备的怎样？马上要打终稿了。OK， 好的。有信心吗？有。OK，good。然后今天我们11点就会见到伟川的母亲。好。OK， 加油。好，可以。那咱是不是可以再各自准备一下？好呀。关于对方对损害的预知程度，以及为什么学校方应当对您女儿的2次损害都应当承担责任做一个说明。还有在起超市中贴了一些安全指示。其实法院呢，它会根据这些学校是否已经履行了他们照顾的责任。要见客户了。见了吗？已经11点，10分钟。加油，2个一起留。可以。拜。哎呀，这可以说是抉择命运的一。确实，他俩都是0 KPI 啊。那他没有直接只能有1个人赢啊，是吧？即使对3个人只有1个了，他最后肯定是要综合考量，说有几个进来，那我们要淘汰几个。那淘汰的话，淘汰的是0 KPI 的，不只是重于1个。那就要看他们怎么选。对。OK， 好 ，OK， 好，拜。好吗？看。他在接水。好，我们现在要下去了吗？不需要，就坐在这。客户在外面。哦，行，那我们现在一起过去。我接他们进来可以了。行。你标一下王文翰。好。已经快来了。等等 Jeffrey。好，3级了。来了，在外面。对。加油。王女士，这边请。来。请撑一下。你好。你好。女孩的妈妈。给您的那个文件一份是那个书面的我们的一个法律意见书，然后一会儿我们也会向您展示一下，就是我们法律意见书。您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您就可以看一下这个屏幕，或者您直接给我们提出都行。对，先请坐吧。他那个前面有序号，然后咱们就可以说哪一段，然后您有疑问或者我们讲到哪就会跟您说一下。是的，还有也给您准备了咖啡或者水，你可以请便。妈妈今天怎么感觉有点焦虑哈？那王女士，你刚刚一路过来还顺利吗？还可以啊。想知道一下您今天有赶去什么地方吗？我们好控制一下时间。我现在就是照顾我女儿啊。好的。每天就是痛苦，一睁眼就是面对这样的生活。对。好，那我们也就控制一下时间吧。OK。好，那我们现在就直接进入重点，好吗？今天主要呢，我们是想给您说一下我们的法律意见书，它其实是基于上一次面谈我们所得到的资料还有案情，以一个非常客观、非常诚实的角度来全面的评判这个案件。所以等下呢，其实我们会聊到这个案件的优势，
劣势，还有关于赔偿的问题。之后呢，会再给你一个最终的一个法律的建议。如果你有任何不确定或者听不明白的地方，你可以随时打断我，然后我会给你做出一个解释，好吗？好的，那首先我就简单的回答一下您关心的，就是这个案件它的解决的方案。那经过我们大家的讨论之后呢，其实我们目前的建议是要和学校先进行一个接触，还有协商，寻求一个调节的方式。那如果问题呢还是不能解决，其实我们可以向学校以一个侵权法来进行提告。简单来说呢，其实学校它对学生就是小晴是有一个照顾的责任，那这个责任几乎是确定的。学校他对于他的员工在雇佣期间犯下的任何侵权的责任，他们也需要承担一个转承责任。现在说的意思是，就是说，到底是这个老师还可以赔偿，还是学校方面去赔偿？没听懂。它专有名词太多了。就学校他们是逃脱不了这个责任关系的。学校是他有这个责任去帮我去。对，没错。他是绝对有责任的，对，这是一定的。对。那接下来我就想要具体的聊一下，那学校和教练存在了怎样的一个失职的行为？第一就是学校他在培训的时候对学生的关心还有安全的预防，它并不足够。第二点是跳马它具有了危险性，所以需要更多加强的安全措施。就是因为有危险性，所以教练他就肯定是要来的呀。对，没错。还有更重要的是，他知道了小晴要自己进行了训练，他并没有进行阻止，这一点是他完全的失职。那是不对啊。然后第四点就是，他返校后，学校又再一次的在保护他的方面失败了，又让他遭受了第二次的伤害。不能光是说第二次吧，可能是永久性的伤害。对，所以你是认可，你是觉得我是可以去让得到学校赔偿的。对，那是对的，对的。没错，就他们邱同学，我感觉是他比较淡定，说话的条理比较清楚，而且开场开的比较稳，根底比较厚，客户的对答也比较能够直接的、有效的。因为这些因素其实是对我现在说的是对我们有利的点。我认同你说的话，然后我就想说，就是那具体这个，他们这个赔偿金是什么时候能付给我？确实是着急。他就想知道赔不赔我钱。对，到底能赔多少？这个其实如果您不介意的话，等下我的同事他们会跟你讲解赔偿金方面的问题。我可以先跟您继续的解释一下这些关于我们可以提出的点吗？可以吧？好。那这些是我们自己想要主张的失职的行为。我想跟您说一下，就是其实我们说实话哈，是还没有非常的确定真正的那个受伤的原因是什么，所以这边其实我希望想请您的帮助，给我们提供一些资料，然后我们拿到了这些资料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大概的看出学校是不是有一个失职的行为。他教练没有去，他本身他就有一个失职的行为啊。对，但是因为现在我们还缺乏了一些证据的支持，你可以先对那些可能一些进行调查那些先开始。绕了，法言法语，听不懂了。这些都是在你想要去诉讼的前提下，如果我们没有我肯定是要诉讼啊。对对对，这个我可以理解。那你可以先把证据这一方面先考虑看有什么可以收集一下。但是他受伤是事实啊，一定要提供这些单据吗？他时间有点紧了，有点着急了。遗憾的共情能力强。没事，小晴妈妈，就是我们到最后的时候也会提出下一步我们这边能做什么，然后您这边，他这个只是说就是我们有这个想法，就是说学校有这个责任，但是他可能在这部分如果要提起诉讼的话，论述上还需要这些材料，但不是说我们。我觉得说的其实毕竟。我听得有点懵，理解。我们稍微简短一下这部分。那其实您我就想知道，就是我能不能提起诉讼？我最后什么时候能得到这个？因为这个才是我最关心的东西。对，这个毕竟到现在
我真的花了不少钱和时间，我没有那个精力。因为我们其实这2次跟您沟通下来，我们其实非常能理解您为人父母的这种心情。其实我觉得你理解不了，因为你太年轻了。对，这话没错。是的。你可能没有，这个世界上我觉得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对对对。就是那种我能理解的那种感受吧。就是你可能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去说这个事情，但是实际上，我就想知道一个结果，但是现在这些都是未知的，所以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小琴妈妈，关于诉讼方面，我们认为是乐观的。来了，要开始说数据了，60到70哦。为什么要开这个头哈？这个但是他的 B 级，他还是说出了乐观这个，就是。但是我觉得给一点这个。但是你不能给这种预期啊！你这样他会再次摧毁他。你想，如果你的预期给了，然后他没有实现的话，那对于委托人来说，他是再次重创。但是重点在于，我不给他希望，我怎么帮他呀？但是得是相对接近于事实的希望。中间有些地方咱还是要商量一下。关于诉讼胜诉前景，我觉得不能说胜诉前景良好。因为咱们分析完之后，其实咱们自己也认为，他首先不一定能拿到那么多的赔偿，然后其次是这个诉讼的时间也非常的长，所以我感觉就是标黄的这一部分关于比较乐观的胜诉的这种说法，还有能承担的损失责任的说法，真的尽量不提。其实我觉得我的案件的难处就是，如果真的要成功告那个学校的话，其实是挺难的。非常有可能就是法庭会觉得学校其实没有任何的责任，因为对学校而言，其实这个意外真的就是一个意外吧。要不小琪妈妈这样，我们先就您刚才其实最主要的困惑，就是您大概能获得的赔偿以及怎么去行使权利，我们直接到我们把我们的结论先给您，然后在过程当中有什么论证上的问题，我们再向您进行一个说明，可以吗？对，赔偿金额、时间，这个文翰做的挺好的，文翰不错，文翰棒，针对需求。其实刚才我同事也说了，他给您讲的这部分呢，是对咱们有利的部分，就是学校有责任，这是咱们的共识。但是呢，我也得跟您说，就是您花这个时间、花这个精力来我们这儿寻求我们法律意见，那我们肯定会结合判例，会说一个对我们可能很不利的一些部分。所以我希望就是接下来我说这一部分的时候，您首先能够就是稍微理解一下，因为我们肯定要进行一个比较完善的、全面的一个事实情况的梳理。他现在要开始说有弊的地方了。我们其实一个判断是，如果这个官司现在我们就要打的话，大概率法庭是不会判学校承担所有的责任的，并且很有可能这个承担责任的比例，就是小晴这部分，它是有一个共同疏忽责任的。遗憾不错，是丑话一定要说在前面。我觉得是这样啊，如果您说第一次，我可以说是共同疏忽，但是第二次他到学校，到最后是谁撞了他都不知道，这个我是不认同是共同疏忽的，这个我觉得我是不会认可这个事情的。罗同学应该是说一些 bad points， 他是比较难的。对，就是从客户的角度来看，他一定不想听这个，但一定要说啊。小晴她是一个对运动很有经验，练跳马7、8年了。你一般人去想，那你肯定16岁的孩子，他对这个危险肯定是要有认知的。这在法庭那边，他就可能是一个你对这个危险是有预知的，但是你过于自信，你就造成了这样一个疏忽。就说法庭那边他会这样认为，而且也是有判例支持的，所以在这一点上，其实情况对我们就是不利的。然后再加上当时妈妈崩溃了，就这些都是法庭可能会的判断嘛。
然后第二个就是像在第2次受伤，您很不认可这点。那比方说他这个撞人呢，他也是一个未成年，并且他也不是故意的。而且我看到就是您发过来的这个医嘱，其实后面是要说要休病3周的。但是你知道你可能没有痊愈就去上学会面临更高的风险，你还是去这样做了。所以法官他就会认为，就是您理解吧？法官他会认为这个东西是一个你自己的判断。他说不，法官认为不是我认为，是他。我是你这边的，对，但他，那你作为一个16岁的这样的学生，所以这些部分，你让一个16岁的孩子他承担什么责任呢？你刚刚说撞的是谁不知道，可能他也是个未成年，但是当时他们是有值班老师的呀，不光是有学生啊，肯定老师。他是有责任的嘛？我们其实想跟您讲的就是小琴的这个过失，他不会向谁再去承担责任，因为这些其实更多的是已经发生的事实。对，它是一个事实因素。但是他学校的疏忽也是事实啊。而且小琴现在发生的事情，他也是事实吧？确实，怎么办？就是这个我能理解，就是事实上就是发生在任何一个父母身上这件事情，你不能接受说我把我的孩子好好送到学校送给您了，然后回来之后孩子变成这个样子了，你肯定觉得这孩子有什么错呢？尤其是我们小琴，她是一个就是运动经验也很丰富，而且给学校争过很多荣誉，自身非常优秀的孩子。那在这种情况，我还是为了给学校争的荣誉去加练。我觉得小琴没有什么错呀，她为了考试，她积极训练，她也算是学校的好学生。哎呀，但您知道吗？这些因素放在我们这儿是一个感性上来说，觉得孩子很亏的一个因素。但这些因素如果放在学校、放在法庭那边的话，它反倒可能是对学校在诉讼当中有利的因素。所以诉讼当中的话，咱们想要争取的，比如说他承担全部责任，比方说赔偿金额，就很大概率不能得到法庭的一个支持。那我能怎么样能避开这些因素吗？哎，这就对了。这也是我们讲的说不太建议您走诉讼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会认为说走完整个诉讼流程之后，法庭它其实让学校来承担责任的这个范围可能也不会有您的预期。那你能保证他最后调解他能给到我一个我满意的一个金额吗？保证这个保证很难了。当然说就是很希望听见保证哈。这个其实这个就是调解的优势，您知道吗？调解优势就是在于它是要双方去谈判、去协议的。如果我们去先进行这个，咱是不是也更能知道学校那边到底是什么立场？这个里面具体的谈判的过程呀、策略呀，我们肯定做律师的会帮您去想最好的策略，包括调解书呀、调解协议，或者去跟他们谈判沟通的。我想补充一个点，就是通常调解的话，你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学校他们一定会把金额尽力降到最低。所以这个你可以先考虑一下，所以但是没关系，如果他们提出了一个金额你不满意，对吗？你再跟他们说我要的金额，他们不肯，那我们再想诉讼。其实它也不是一个2选1的一个选择，对，我们可以2个都来。对，而且我跟您说，那我为什么要浪费这个时间？我不直接走法律程序诉讼呢？其实我是真心觉得啊，就是小晴现在的这样情况，我们肯定医疗费上它的一个快，就是要赶快给我们打款，这个需求是咱最核心的。然后就是您想诉讼这个点，就是其实我之前我自己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就是朋友的类似的情况。诉讼这个东西，说实话真的非常耗磨人。对的，比你想象中要更久。它这持续的这个时间，你想您要不停的去这些文书材料也好，虽然是律师做了，但您精力是不是要花在这个上面？而且学校这边总归来说，学校它会是一个强势方，
那之后小晴这边，其实我觉得孩子如果能更快的恢复一个正常的生活学习状态，肯定对他身体是更好。他现在没有办法恢复正常的学习状态。对，但是我们会觉得担心的点，我们想要尽快的让学校做出赔偿，能够更好的支付小晴后续的理疗的这些费用。小晴妈妈，其实我有一个非常大的担忧，是因为你也说了，小晴现在她的心理状况不是太好，我担心她受不了这个压力，就我担心可能中间法庭还会要她上庭作证啊，还是要拿一些口供，我担心她心理承受不了，其实。但是考虑到以后，就是您说的调解的意思，就是不走法律程序，学校直接赔偿给我是吗？对，就是我们去跟学校进行一个协商沟通，比如说我们先发律师函，然后跟学校告知我们这边的一个诉求。因为其实您要理解一点，我们刚才说这么多优势的因素，不是想说服您去走诉讼，或者告诉您诉讼咱成功概率很大，而是我们现在很有理，我们怎么把这个理真的能用到法律上。如果说我们去跟学校去进行一个就是调解，我们同时也展现我们自己，其实我们是考虑说要走诉讼的，给学校这么一个压力的话，那学校没准有他自己的一些考虑，然后会很快的把这个赔偿款给到您。而且他们也会担心，他们上庭之后对他们学校的名誉有影响。这个解决方案还是蛮实际的。如果他们怕这个名誉受损，更乐意调解，那他们就更乐意调解。那只要是说能达到，起码说小晴以后，他松口了，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会议的目的就是，您要是倾向于调解，我们可以先调解。调解可以呀，调解我也可以调解，但是一个是我所有的治疗费用，包括后续小晴的一些她以后生活，包括她以后的人生的路，我希望学校能给我一个我满意的一个。我们如果调解的话，您就是能认可接受这个方案，那我们的态度也很明确，这些诉求我们肯定会努力去向学校争取。去说具体的这些赔偿的范围了。罗同学，我觉得他其实在处理那些对客户来说是比较不想听的那些事情，其实他 presentation 还是挺好的。但这个就是我们情上我们很吃亏，但是在这个理上，那在法庭上这一点就有考虑到客户的那个心理状态。开场有 expectation management， 对，我觉得这个他是做的挺好。对，行了，他留下了，罗一涵行了。王女士，是这样的。那今天我觉得这个会议3位实习生对那个法律意见书跟你已经有一个挺详细的解释，我们内部也会再讨论你的案件，然后给您一个最好的方案。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让王律来联系我们，我们也可以再开一个会议，再处理您的问题，明白吗？明白。好，那我们先结束。OK。非常谢谢您。3位实习生，你们可以先回你们的工位。好的。王女士，我跟王律先送你。再见，谢谢您，谢谢。也不用过分担心，我们一定会竭尽全力，就是帮你争取最好的处理的方法。好。怎么样？可以吗？可以。我觉得行。我觉得 OK。能赢？我的英文还是关系我，这个我大觉得他们也很厉害，就是很厉害见顾客。那个阿爸是女的吗？
算是吧。就希望一切顺利。好累啊！应该可以的，应该可以的。加油！这一组很难评哦，3个人。3个都挺好哎，我觉得怡涵好的一塌糊涂。我已经看完这段，已经不能抑制我的这个赞美之词。他最好，好在哪里？他的出发点是完全想要帮这个人解决问题，而不是说我到底输出什么东西。他的出发点很简单，所以他的情绪上，比如说你质疑我了或者什么，他没有什么反应，因为他就想我要把最好的东西告诉你，我们一起来解决。所以你12说赔偿12，我都会帮你解决。但是其他人可能会觉得这是个考核，他也觉得这个价值对委托人，但是是我认为对委托人有价值，所以我就会说。但是我觉得就卢一涵的这种状态让我觉得很惊人，就是他也是个实习生，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带给了他这种很平视委托人这种很尊重的这种我说不出来的这种视角，让我觉得他就魅力到一个不行，所以我觉得他最佳。因为他想做这种公益的律师嘛，而他不惧怕先说那些不好的。对，而且他知道，他即使说完这些不好的之后，他用他的那个方式，同理心能让他稳住，再让他明白不好之后怎么解决这件事儿哈。其实他是一个，他最难的时候应该说难，他这怕是难的，对，不是客户想听的嘛。对，他讲不利的部分。对啊，不利。所以有的人是在证明我，有人是在帮助你，落点不一样。然后他的技术也展现得非常纯熟。对，我之前一直没弄明白他为什么那么介意对方会把一个诉讼的预期，尤其是良性的预期在前面。我看到后面我才有点明白，因为他其实在内心里是想往调解方面走的。对的。如果一开始就告诉客户我们诉讼的赢率在60%到70%，对方根本不会接受调解。对方说我不要浪费时间，60%到70%为什么不打呀？要打。反而会影响他最后那个目的的实现，所以他一开始把不利的因素阐述的比较全面，这个时候再说调解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如果目的只是要钱的话，而且他说了一个最关键的词，他说快。当他跟他的委托人说快，是我让你走调解是为了让你快速尽快的，不花费你更多的精力去拿到这笔赔偿金的时候，我觉得很打动对方。给他做个奖状，弄个金牌吧，给他带上。蛙哥和 Man 姐呢？刚才这3位当中印象深刻的有谁？对，还是怡涵吧。对，感觉其实那个客户的情绪是从他那边慢慢缓和下来的。对的，我觉得这个首先要做到这个才可以往下。我觉得我们好像快中了呀，我们的2个，咱们其实已经中了，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然后洛欣表现的也很棒，洛欣简直太棒了，洛欣一个人撑住了，是。今天大家都辛苦了。对，你们也是的。我这边呢是过程非常曲折，我这个课题呢也是分3部分。会面客户的时候呢，我觉得总体来讲2个人的表现都是可以过关。法律意见书交上来的时候，我就非常的震惊，因为写的非常的差。只因为客户提了一句我可不可以在深圳进行这个离婚的程序，他们就把整个的意见书分成2个部分，一部分呢是香港的离婚法，一部分是内地的离婚法，然后做出了比较，然后给予意见。但是问题是，他现在我们所面对的程序都是在香港进行，第2天就是今天就有一个插曲了，就因为徐同学他因为身体的缘故，所以他就没办法再进行这个课题了，那洛欣同学就要自己去独立完成这个任务了。所以我也坦白跟他讲，必须所有的表现呢达到让人满意的一个标准，才会得到这个 KPI。那徐同学就非常的可惜，因为身体的缘故，那他错失了这个去竞争的机会，很可惜。那沈大律师，你说说你那组。好的，我其实非常满意我的组所有的组员的表现，完全超出了我先前的对他们的估计。这个案件我也做了法律检索，然后我找到的一些案例也是他们找到了同样的一些案例。我其实跟他们说，你们差大律师就是一个 PCLL 了，如果你们有 PCLL 的话，我们可以换个位置，就是我跟他们说的。
法律意见书方面，王同学他的法律意见书整个结构、内容方面都比另外2位同学差一点点。然后其实邱同学跟罗一涵他们2位是非常非常接近。邱同学他的整个格式是比较正式一点的，它的格式是我们普通法地区要求的那个样子。内容的话，2位同学也是做得非常好，他们加起来的话就已经是一份 perfect 的完美的法律意见书。整体来说，法律意见书是邱同学稍微好一点，但是见委托人的表现的话，我个人认为，罗一涵比邱同学稍微好一点。罗一涵更加留意这个客户他的心理那个状态，然后最后我还是需要做出那个非常不容易的决定。是罗一涵还是罗同学？罗同学，罗同学，罗同学。这不会留悬念吧？那同学们，请回到工位，我们马上会发一个邮件通知大家这次 KPI 的结果。好的。Oh my god， 紧张哎！起床啦，起床啦，发成绩了。他太困了。起床了，发成绩了。我都笑死了，你这个眼神。心脏跳得有点快。紧张了，真的。我紧张。安静。真是，这等成绩最。哎，这太煎熬了。收到了。啊？我为什么没有？后面还在加载。洛星李一涵。哎啊，对呀。哦，洛星20，洛星肯定没问题。我们对了吗？对呀，对呀，我们对了。值得，真棒！他们俩各20。今天和对面的事务律师的谈判，我非常满意，我太欣慰了。According to the court decisions previously, the father and mother should be given equal right. The child has already lived quite well in Hong Kong. What's the reason to destroy this current situation? 因为今天特别出色的表现，我觉得，是值得给他这个 KPI 的。耶，太棒了，罗老师，我活下来。耶！太棒了！鼓掌！耶！罗老师好棒！耶！太帅了！太漂亮！而且守擂成功，是捍卫了一次机关者的挑战，同时为自己拿到20，不容易。文翰跟仲宇怎么办啊？他们俩就再见了，不能这样吧？我个人认为罗一涵比邱同学稍微好一点，我的决定是罗同学可以得到我的 KPI。其实他是非常优秀，只是过去还没有表现的机会。所以这就有热情，对，他是真的用心去做的。哎，他真的不是在喊口号，你感受到他的那种真挚的感情。对。整体来说，法律意见书执行的是做得比较好。你们3位一起优化执行的那份。不是非常的理想，说不定过2天我又回去了。
就尽力，然后结果咋样就无所谓吧，其实。啊，他的性格我也很喜欢。做不好又怎么样呢？就是不好又怎么样？拼尽全力就 OK 了。小晴想喝点什么呢？就想喝水还是咖啡还是别的什么的？就我们当然能够理解，孩子是因为心情着急或者什么也好，他选择去做了。但这个就是我们情上我们很吃亏，但是理上，那在法庭上这一点就可能会是一个共同疏忽的理由。罗一涵同学是有责任心，愿意努力，有这个热情的。哎，我真的都有点感动，我看。是的，是的。他那个面试我就已经感动了，就是他有这份心的人，太棒了。所以他没有公布是淘汰谁，是吧？完了，我输了。他是规定。恭喜恭喜！陈仲宇走了吗？他还没有确定，他现在是0 KPI， 他有可能。有点难过，但是没办法吧。你别质疑自己了，别不开心。哦，这样的话，那邱同学岂不就是对他就没有成功失败了，他留不下来了。其实邱同学也很优秀，也很棒，也很优秀。其实，哦，你要先出去，我稍后跟你讲。哦，不好意思，稍后跟你讲，没事。要商议一下了。对对对，确实要商议一下了。他们得商量，让谁走哈？对。我们有一些事情需要宣布一下，所以请大家回到自己的工位。好，根据我们这一次的赛制呢，应该是有2位实习生被提前结束实习工作的。但是呢，现在我们的徐婉婷同学因为她身体的缘故，她决定提前结束实习，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哦，他身体没有撑住。哦，就是之后都不这自动退赛的意思吗？所以呢，现在我们只会淘汰1名实习生。那现在请3位实习生去那边的小会议室，我们需要有一些讨论分别是王文翰同学、陈仲宇同学，还有邱子晴同学。哦，好。邱同学留下了？没有，他现在是让2位0 KPI 和子晴3人一起集结。那踢馆的没成功不都是？哦，也合理，有合理。因为本身那个婉婷她结束也是意外嘛，她不是在这个赛程的规则里面去淘汰的，所以需要一个新规则出现。对对对。好，3位同学，就像刚才讲的，我们现在也有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需要在3位同学中选择1位，离开。那希望你们分别讲一讲自己这些天的感受，以及对大律师这个职业的追求。陈同学，你先开始吧。好的，我觉得这几天我们是非常激烈的一个课题的考核，我也认识到了大律师这个行业不同工作的多面性。在实习的过程当中，
眼界的开拓，包括向各位带教大律师们的学习，那我的成长是非常快速的。这个第3个课题虽然 KPI 没有拿到，但我在跟客户会面的过程当中呢，我会觉得自己在整个沟通中是一个更加主导这一场会面和谈话的一个角色。我觉得我自己是有很强的可以被发掘的潜力的，我也希望能够留下来，通过不断的实习和积累课题的经验，凭借之前的一些资质和软实力，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大律师。积极争取是对的。好。这个同学。对我来说呢，我觉得我的情况可能比较特殊，因为我是一名踢馆的选手，所以其实我进来的时候也是秉着一个非常大的压力。之前有想要不要就选一个英文的课题，但我也想挑战我自己，所以虽然我没有成功的拿到了 KPI， 但是我觉得我能够就是在短时间内写出一个全中文的法律意见书，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收获跟成果。以我的热忱还有我一些法律的背景来说，我相信我是可以在这个行业越走越远，然后成为一名优秀的大律师的。他的这个普通法背景和英文背景很有竞争力。王文翰同学。好，那我说一下我参加实习的这快1周的我自己的一个收获。首先，我觉得它真的非常大的程度上锻炼了我快速的适应跟学习的能力。就不论是从课题1到课题2再到课题3，我相信我的一些自己的努力，然后一些闪光点，可能也能让各位律师去感受到。这段经历其实会非常大的去锻炼我对于普通法的一个学习跟检索的能力。那我觉得可能在今后的学习跟工作的过程当中，我可以去以一个全面的视角去审视这个大陆法跟普通法之间的关系，我觉得对于解决具体的法律意见其实是有很大的帮助的。然后通过这1周的实习，我慢慢明白说我自己其实是非常乐意去做一个大律师的。那我会觉得说，通过这段时期的实习，我自己每一天都在一点点的变好，一点点的去行这个好事。所以我也希望说，能有更多的一个机会，能让我去在这里做一个学习跟了解，然后不断的再去充实自己。这样，谢谢。我有一点想要稍微补充一下哈。就是我现在是刚刚读完第1年香港大学的法律博士 JD 的项目。那首先我跟2位同学不一样的一点是，我是只有香港普通法的背景的，我会更加坚定自己留在香港去从业的一个决定，我没有其他的退路了。我其实只学完了1年的法律，还有一半是完全没有学过、没有接触过的。相信在1年的学习之后，我一定会比现在强大很多。决心是很棒的啊！好，谢谢3位。我们需要讨论一下，所以请期间你们在另外一个会议室等候。可以。好的。好，谢谢。好，谢谢。辛苦，谢谢各位大律师。谢谢。现在其实那个决定在我，因为2位同学都在我的组里面。对，你是可以特别细致的观察到他们对课题的表现。哎，这个太难了，这个焦点在我，压力在我，非常大压力现在。但是决定还是需要做的。子晴、文翰，他俩都表现得好啊。这真的是一个很难的决定，但是2个男生都会很强烈的想留下来的那种欲望。你还好吗？我还好。紧张是吧？对，等待吧。我们3个应该都挺忐忑的。听天由命了。陈同学的短板就是他也提到是法律知识不是很丰富。王文翰其实他的英语的能力不算很好。那邱同学
他今天提了审讯乐观跟学校不可以逃脱责任，这个是致命的错误。哎，这个太难了。那我们就决定了吗？我叫他过来吧。陈同学，你会回到你的岗位。好的。王同学，你也会回到你的岗位。邱同学，请跟我来。你的，他留下了。谁呀？终于留下了，他回到他的岗位了。啊，女生走了。啊。没事。希望是安全了。不敢直面。邱子晴同学，我们经过非常激烈的讨论，最后做出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就是你会提前结束你的实习的任务。行，结束了。哎呀，真可惜，踢馆没有成功啊，没事儿。你会提前结束你的实习的任务。但是我们想对你说的是，我们很高兴认识你，也见到了你非常高的专业能力。那我们都相信你在今后的工作中会非常的顺利。希望今后可以在香港的法庭见到你。王同学看得到他的努力，很清楚的。王文翰在整个争取 offer 的过程中是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努力，不断的进步，我是真的感受到他不断进步的那个过程，成长，对，那是肯定的。王翰做到了，还是。我看你的这个格式就特别像那种我们看到的那个法院的判决书的那个格式，是吗？对，这玩意儿很值得去学习一下的。我觉得你这写的真的很好，而且很多东西给我很多启发。后面有机会还是要跟你多学习，真的。我觉得就他们刚刚的发言来讲，陈同学的发言是最有说服力的。我没有其他的退路了。我同意。他很清楚自己的优势和自己的短板。我觉得陈同学法律的知识你可以读书，你可以补足，但是跟人沟通的技巧呢是很难，然后他是很有的。这位是 Kim 老师，然后这是我们的陈大律师，我帮你们发一下材料。您这边还有什么其他想和我们沟通的？您如果想要问一些问题，我们也可以帮您做进一步的法律分析。还有一个做得非常好的点，就是陈大律他跟我说，他陈词的时候，他真的脱稿。他英文很厉害，他这段特别努力，这个也是踏踏实实的努力啊。Objectively speaking, to grant the mandatory injunction is to make sure the booth. 所以我的选择是王文翰跟陈仲宇同学，他们两位可以留下来，继续努力。好，谢谢。加油。好。女生优秀的啊。我要提前结束我的实习了。
对，恭喜你们，好。太遗憾。没关系。哦，没事的，你回去直接就是大律师。成功。祝你们成功。谢谢，但我相信之后都会很顺利的。好，下次我们可能还是 pupil， 你就是 barrister。下次来玩的时候来找我吧。可以。各位律师好，我的名字叫子晴。我毕业于英国的凯利夫大学。我可以确定的是，我需要一直在这个律师的行业上越走越远，这个是我非常明确的。祝课题顺利。是的，喝了杯。加油，加油！加油！不管怎样，就不管我在哪里，我相信这次的实习经历呢，会为我有很大的帮助的。学校它在培训的时候，对学生的关心还有安全的预防，它并不足够。我能够在短时间内写出一个全中文的法律意见书，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收获跟成果。我从马来西亚带了很多零食。哦，谢谢谢谢。你的 MBTI 是什么 ？ENFP， 你也是吗？差一个字。你是 ENFJ。对，为什么知道？他俩都 E。哎呀，他们其实友情也已经对开始绽放了哦。那就抱一下。可以可以。可以。了解了。那我们常联系。那可能不一定局限在这个场景里，就是人生何处不相见。好。那我们跟你一起接走了，对。祝贺！掌声！我们又赢了 ，yes， 我们又猜准了，感动的掌声，首先感动。首先要恭喜文翰，对，然后也要恭喜仲宇两位，但是子晴虽然来的时间很短，但不知道为什么感觉跟他很熟了一样。他在这一个案子当中从头到尾承担的工作，然后展现出的风采，留下了足够深刻的印象。但也到了不得不说分开的时候，各位有没有什么话想跟子晴讲，或者此刻的感受分享都可以。虽然他今天是走掉了，但是其实就是是金子，他在哪儿都会发光的。这只是人生的小小一个环节，这个环节对于他来说，其实就是最好的一个安排，最好的一个结果。因为可能明天后天他就突然间被别人看到了，砰一下就。不过你说的对，也许是命运对他的保护，对不对？我想说的是，这位少女是首先特别那个乐观，而且我觉得她非常幸运，她岁数不大。但是他非常确定自个儿就是喜欢法律，就是想一生走这条道。我觉得这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人了，因为有太多的人总想努力，想热爱点什么，都不知道具体应该哪条路是自个儿一生要走的。他能够在这个时候那么乐观且忠于自个儿的梦，我觉得这已经是非常棒的了。希望他以后能一直走到118啊！好嘞，棒。所以我们都知道，子晴是很优秀的，是应该会在未来的某个时间或某个地方再发亮的。那我有一句话，其实因为我觉得，虽然对比那个怡涵的话，大家都要夸怡涵的这种共情能力，但我觉得子晴她绝对不是那种没有共情能力的人，因为她也是一个 F 人，她本身就是这种性格测试嘛，能体现她这方面的特质，以及很多学法律的学生真的很容易在你学习的过程当中，好像变得所谓的打引号的冷血，这个是专业带给你的理性的一种训练吧。但是他一定是能够去共情的，我觉得接下来他只要把这方面做好的话，一定会做得很棒，加油！我们都相信，真的一定会的。然后我有一句话想跟子晴讲，是他在最后为他自己争取的时候留了一句话。那突然间我意识到，之前我完全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他选这个中文的题目，跟其他人选英文的题目是一样的挑战。他的面孔带有一点欺骗性，他是一副华人的面孔，但我们忘了他是马来西亚华人。对，马来西亚华人其实的官方语言，他的第一语言，包括他在英国去学法律的语言是英语。
所以他在过程当中他要说很多话，他也面临一个小小翻译的过程。但我们由于他的面孔会忽略这件事情难度，所以到最后我才意识到这一点。但不管怎么说，怡涵足够优秀，所以我觉得这个结果他是可以接受的。是的，他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对然后还有一位，其实我们要把掌声给到他，就是徐婉婷了。因为身体的原因，婉婷已经退出了我们的实习，非常可惜。但是我们也要把掌声送给婉婷，带给我们的精彩，加油！也希望所有留下的同学好好把握机会，冲击最后的 offer。那接下来就到了我们的这个推理成功的点灯时刻了，要恭喜我们加油团推理成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到益达职场自在时刻，点亮本季的第3个自在值，谁去？满姐第3展，看着看着在靠近那个7展的结果，太棒了。一下，女王就是女王，就不带商量的。对 ，OK 了，谢谢，感谢。在本次委托人的考核当中，我们遗憾地送别了踢馆实习生子晴。我们也要恭喜洛昕、尚燕紫薇、罗一涵、张启乔4位实习生在课题3的建委托人考核当中获胜。那目前我们快速梳理一下现在的排名情况 ，KPI 榜上洛昕同学排名第1，那仅剩的陈仲宇、王文翰同学还是0分的成绩。在此后的课题当中，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奋起直追，尽快适应这个紧张而激烈的职场节奏。我们也希望下一个课题让他们所有的优势都能得到充分的发挥，让我们共同见证他们的精彩。佼佼益达好自在 get 职场好状态。本节目由益达无糖口香糖独家冠名播出。今天这一期就到这里，我们下周见啦，拜拜 ，See you， 各位同学，今天益达为我们准备了一个非常丰富的团建，我们今天会去大屿山。哇！现在益达为你们准备了一个小小的惊喜，可以去自在屋那边看一看。好，现在去。益达真是太贴心了，真为我们着想。走吧，走，快看一看。这有包哎，我要橙色的，蓝色真的很好看哎。哦，这还有卡片。亲爱的实习生们，最近辛苦了。为了让大家在忙碌的工作中回归自在好状态，益达将作为本次团建的发起者，用1天时间来治愈大家疲惫的心灵。小屋内为大家准备了益达团建包包，包大家一整天玩得自在。天哪，谢谢益达，咱们出去玩他还给赞助呢。这个包好酷呀，我选了一个我喜欢的颜色。啊，这里面还有益达。真贴心，小瓶子带在身上最方便了，出去玩再合适不过了。有益达包我们1天自在，不是包我们天天自在。那我们就拿上包准备出发吧。好呀，走吧。脚出自在好状态。今天去大屿山团建。哇，好棒这个景色。哇。这是港珠澳大桥，好漂亮。不是要爬上去吗？应该是需要的。哇，要走好多天地，已经开始想喘了。对。刚才帮你们拍了很多非常漂亮的照片。科批5呢是一场完整的香港模拟法庭，涉及陪审团的刑事凶杀案，精彩了！哇哦，刑事凶杀案呢？你们需遵守香港法系和团英文的出庭的原则。上战场了。你们需要分成2队进行庭上交锋，短兵相接。一队代表控方，另一队代表辩方。洛昕跟陈可
是2位队长，但会有2个代表2个队长的盲盒，其他实习生一起让自己的名片投入自己想要队长的盲盒中。I have worked at one of the Magic Circle law firms for over 1 year and has enabled me to accumulate. I participated in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Moot Court competition, and our team won the first prize. 其实我觉得陆老师模拟法庭的经验挺多的，感觉他们俩真的都有各自独特的优势和闪光点。哎，我好纠结。分析内心。I have studied common law for 5 years and has systematically studied criminal law. I have obtained KPI in each topic. I'm fully confident that we will win this moot trial as well. 本期课题占有50% 的 KPI。这就改变现在排名了。按照目前的情况，等课题结束之后呢，就会有同学可以达到100 KPI。9月19日起 ，SVIP 用户每周4、周5中午12点更新正片，每周6、周日12点畅享加更和 Reaction 陪你看 offer。VIP 用户19点更新，周1、周2、周3还有更多花絮预告，刷不停。99益达好自在 ，get 职场好状态。本节目由益达无糖口香糖独家冠名播出。自信每一面，带敢赢 offer。本节目由百度帮阿达帕林凝胶赞助播出。上知乎搜2024秋季招聘，和知乎答主一起畅聊职场。緊握這挑戰不懼，更多的根據不缺道理，無畏懼再去跟看一切，再一次挑戰我嗎？競技會在哪方？奔跑人群中，世界能屬我，交出每個真方的答案，無懼那一天可會踏破，精彩每一步，這一生痴心夢想，誰會在意它？奔跑人群中，世界屬我，交出每個真錯的答案，無懼那一天可會踏破，精彩每一步。上微博参與令人心動的 offer 議題辯論，暢所欲言你的觀點。更多精彩資訊盡在新浪娛樂、微博娛樂、微博綜藝、新浪綜藝。感謝至於成果娛樂、影視聚焦、環球在線、Do News、天意視訊、網易有道詞典、中華萬年曆、未來之光、西窗竹的大力支持。感謝麗麗橙傳媒對本節目的大力支持。